在电影800中，你绝对没发现的细节。第一，这部电影的龙标是800号，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导演刻意安排的，但龙标的电审字号，导演是无权选择的，是电影总局对800的认可以及对英雄的致敬，才将龙标修改成了800号。第二，在电影800之前，800壮士的故事就曾2次被改编成电影。第一部是1938年由应云卫导演的战时版800壮士，第二部是1975年由林青霞主演的800壮士。800中唐艺昕饰演的杨慧敏敬礼一段，也还原了林青霞版本的桥段。可你知道为什么杨慧敏敬的是3指礼吗？其实这是童子军的专属敬礼，3根手指象征着3个诺言：对国家尽忠，对社会尽责，对自己要求健全。大拇指压住小指，则代表以大助小，以强扶弱的精神。第三，电影中的几位军官围在一起唱歌。坦荡起飞，这是革命的黄埔。其实他们唱的是黄埔军校校歌，核心身份都不一般，但最后都被长官出卖了。命令镇守仓库的是长官，下令撤退的也是长官，最终应有的800战士变成了英租界的俘虏。第四，电影中有一群年轻人不畏生死跑过桥给守军送电话线的桥段，最后靠赌场刀子的牺牲才得以成功。这帮人很可能是上海青帮，为首的就是青帮大佬杜月笙。上海青帮一直都是国民党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，而历史上的杜月笙也确实为四行仓库保卫战出过力。第五，其实阮经天也曾出演过这部电影，但他的镜头全被删减了。他饰演的日本记者藏在人群中，却被误以为是间谍，最后和小湖北的爷爷一起吊在了柱子上。由于太过惨烈，怕观众接受不了，所以删减了这段戏份。第六，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四行仓库上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，你以为这是导演接的可乐广告吗？但其实这个广告牌是为了还原史实故意留下的。可口可乐早在1927年就进入了中国，并在上海设置厂房生产。到了1933年，上海厂已经是可口可乐在美国之外的最大厂。在淞沪会战的老照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在可口可乐广告牌下设立了阵地。第七，片中充斥着各种三国元素。上官指标说，淞沪会战国军溃败犹如一路走麦城，国军一路走麦城，今天算是给他们长了回脸。正是关云长败走麦城的典故。在河对岸，戏子班唱的是长坂坡赵子龙的戏。在小湖北的想象中，哥哥也变成了赵云，单枪匹马对阵数万精兵，而赵云这个角色也恰好对应着四行仓库的守军，同样是面对千军万马，但依然毫无惧色。影片最后，老铁山在楼顶唱的是黄忠定军山的桥段，讲的是老将黄忠力斩夏侯渊的故事，也对应着四行守军在穷途末路时依旧有壮志报国之心的写照。第八，电影到守军撤到租界就结束了，但真实的历史是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在守军刚撤到租界时，立刻就被英军收缴了武器。可英军之前答应了掩护守军撤退，又是什么让他们食言的呢？原来是因为日军威胁租界当局，如果准许孤军通过租界归队，日军将会进入租界追击孤军。于是，原本凛然视日军为鼠辈的800壮士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软禁了起来。后来，团长谢继元被汉奸收买的叛徒刺杀而死。副团长上官志彪在捉拿凶手时也被刺成重伤。此后，名震天下的四行守军沦为日军苦役，大部分客死他乡。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电影更加悲壮，铭记历史，英雄永存。